姓霍的，怎么还不出招？此事皆因我霍元甲而起，我先让施招，以示歉意。果然是个狂徒！该出拳了吧？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你会打南拳？略知一二。不用自家本领，竟用南拳对我，狂妄之极，欺人太甚！叶师傅承让了。你赢了。叶双星技不如人，今日就离开上海滩，回广东。叶师傅，请留步。你还要怎样？叶师傅，刚才你我同用南拳过招时，元甲已落下风。之所以取胜，是因为我拳路突变，侥幸而已。叶师傅的南拳，鹤借虎威，虎随鹤行，出神入化。元甲学武多年，虎鹤双形也只是听说过，今日得见，十分钦佩。希望日后能与叶师傅共同切磋武功，相互学习。哼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叶某人认账。用不着你奉承。哼，叶师傅，就算是输了，你也用不着离开上海滩。你我三人同签这生死文书，谁赢他都算赢。我来了。是你摔我呀！摔跤我确实不会，以拳脚之灵巧对你的交术太不公平，你我还是不比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个打拳的看不起我摔跤的！今天我要是输了，就亲手撕了那面谁家的旗子！呀！你不是拳脚灵巧吗？怎么不打？这是在我的精武门门前，怎么着我也得让你几招。
我让你狂！承让。用不着你扶我。师傅，师傅，让开！拿我的裙子来！壮士何须如此？我说了，输了就撕了这旗。这旗上写的是“神交”二字，意思是摔跤无人能及。你我二人比的并非摔跤，况且拳脚与跤术的规则大相径庭，故而没有胜负之分。你又何必撕掉这面旗子呢？阿图兄弟，这面旗子来的不易，为了一个霍元甲给撕了，岂不是可惜？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摔跤和拳脚本来不同，分不了胜负。你先退下，待老夫和他决一雌雄。那就有劳雷大侠了。走。霍元甲，你拳脚功夫果然不俗，难怪你目中无人。雷老前辈，报上的声明有误会，且听袁甲解释。雷大侠，您的武功绝非华而不实、虚而无用，少跟他理论，护上武林的颜面全靠您了。拿刀来！雷某虽然以八卦掌闻名，今日却和你兵器相见。雷老前辈，不要听别人的挑唆，且听我解释。少啰嗦！你不拿兵器吗？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，吃我一刀！你还不拿兵器？前辈非比不可，非比不可！师傅，我去给您取霍家枪来。不，雷老前辈用的是刀，取刀来。是。哎，刘振生，不是说好了比划拳脚吗？怎么还动起刀枪来了？快扶我出去！师傅，宝刀在此，接刀！文家，我已攻出10刀，你为何不还手？您是前辈，晚辈礼让，理所当然。哼，果然是巧舌如花。你若是懂得江湖规矩，又怎能得出那样的声明？你今天说的再好听，雷某刀下也不会留情。怎么样了？娘。我儿子没伤着吧？住手！雷老前辈刀法不凡，袁甲甘拜下风了。霍元甲，你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于我？雷门！袁甲，母亲大人是来给你助威的。他老人家说了，既上擂台，专心应战。霍家是武林世家，你可不能给祖上丢人呐。对，袁甲，你以1敌3，已胜2场在先，这一场只要专心比，无论胜负，你都已经升镇上海滩。好。
手上这把刀从哪里来的？义兄遗物，已跟随我多年。大刀王屋是你义兄？正是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后生晚辈，王屋怎么会和你结义呢？霍元甲说的没错，戊戌年，大刀王屋与金门霍元甲8拜结交，京津一带无人不知，只是大江阻隔，消息没传到上海而已。大刀王屋，刀不离人，人不离刀，他已故去多年，宝刀为何没随他下葬，却在你的手里？庚子年，王武横遭不测，是霍元甲在洋人的枪口下，与京城朝阳门抢回王大侠头颅，才使得老英雄得以全尸安葬。可惜下葬时并未找到宝刀，后由王武友人相赠。元甲得刀后，便欲重新开棺，使其人刀合葬。我们劝他留刀于世，也是希望这口刀所代表着王武的浩然正气，可以长存人间。霍元甲，我问你，果真如此？正是如此。既然你做人方正，又为何在报上口出狂言呢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里面有误会。报上的声明，并非是我撰写的原稿。别拍了，快走！拦住这个姓曹的！拦住他！这里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所以烦劳你这个大总编到擂台上，当着上海百姓的面，把误会说清楚。对，说清楚，说一下。开保官的，刚才你在台上油嘴滑舌的，我看你就不是好东西。你说，你登的声明可是出自霍元甲之手？我确实是接的霍元甲的声明稿啊，只是我觉得他没把事说明白，我不过就是给他锦上添花，稍加润色了而已。说什么？稍加润色？锦上添花？锦孙。曹总编，该声明的原文，你是否还记得？我却记得。今日，众人之怒，不外乎因为海上新报的那份声明。但报上所登之声明，并非是我们送到报馆的那份，而是这位曹总编的篡改之作。是他写的。霍元甲，你的原稿是怎么写的？你说来给大家听听。好。因兹事体大，该声明的原文是我和晋孙贤弟字斟句酌而成，故记忆犹新。今日我便在这台上念给大家听，算作正式的声明。霍元甲拜沪上武林志士书，世人言江南之地，物华人杰。沪上里弄，卧虎藏龙。霍某自幼习武，后因事流落江湖，机缘巧合来到贵地，贸然开精武门于闸北，诚惶诚恐，夙夜不安，故以声明为帖，呈拜上海武林诸前辈。精武之力，非以门派自诩，实欲求强中华国民之体魄，除东亚病夫之谬论。今门霍元甲再拜。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姓曹的总编真不是个东西，篡改声明，挑拨离间，谈的是什么情啊？无良文人想多卖几份报纸而已呗。姓曹的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雷老前辈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改了几笔，这报馆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。改了几笔，你倒轻巧。上海武林险些血雨腥风，看老夫不宰了你！雷老前辈，请息怒。霍元甲，姓曹的害你不浅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
今日与上海武林诸位前辈高手拳脚相见，根源确实在这位曹总编，但他的报馆我去过，正如其所言，经营惨淡。我想，作为一报之总编，一时昏了头脑，做了错事，也在情理之中，绝非十恶不赦之辈。是，霍元甲，你这是曹某人的知己呀！住口，还狡辩！霍元甲，这头坏人绝不能轻饶他。雷老前辈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就放过他吧。我想，他经过今日之教训，一定会痛改前非的。滚！哎呀，这霍元甲人还不错呀，霍元甲，我与大道王五交情甚深，他的人品我信得过。你既然是他的结拜兄弟，你的人品我信了。多谢雷老前辈。上海武林这么多英雄，竟都听信了一个小报的胡编乱造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惭愧呀！雷老前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诸位，此事荣某人也有过错，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就在这儿搭了擂台，有失礼数啊！霍叔，见谅。不敢。你初到上海就闹出了误会，正好今儿啊，来的人多，霍师傅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，借此机会尽请直言。多谢荣先生，元甲没什么要说的了。哎，别呀，你来上海开武馆，不是有很大的抱负吗？今天的机会可难得呀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沪上的武林同道，如今国事艰难，洋人肆虐，万民羸弱，作为武林中人，如何能激发国民习武强身之愿望，实为今日之所急。元甲以为，只要习武成为民众之习惯，身强体壮的人多了，东亚病夫的帽子自可摘除。所以，精武门希望广招愿意习武的后生，为国家之强盛、民族之未来尽微薄之力。说得好，霍大侠武功高强，我愿意跟你习武。霍元甲说的对，我送我孙子来精武门。霍元甲，不，霍大侠，我们海社金报愿意为精武门免费登1个月，1个星期广告。如此，多谢曹总编了。荣先生，今天霍元甲算是出尽了风头，其他武馆交行的生意怕是不好做了。上海滩的武林原本就群龙无首，来个霍元甲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看来您挺器重他呀。哎呀，霍元甲是个难得的人才呀，待会儿给他送个帖子，请他到家里边来喝茶。是。
傅，你个败家子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码头上的活干完了没有？你也不想想，领不到工钱，咱们爷儿俩吃什么啊？师傅，今天码头有条从上海来的船，他们都在议论一件事情。哼，我让你白天专心干活，晚上专心练武啊！你个败家子啊！长着耳朵偷听别人东谈西论的干什么？师傅，他们都在议论打擂台的事情。有个人开了个叫精武门的新帮派，连续打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名震上海滩。去，上海哪有什么高手？还精武门，这帮派名字就不吉利，长不了。不要理他了。哎呀，饿死了！开精武门的人叫霍元甲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精武门是谁开的？霍元甲。可是从天津来的。没错，报纸上写得很清楚，金门霍元甲。大清早的，精武门就有这么多人练武了啊！那是上海滩最红火的武馆，这武馆要赚很多银子吧？不要看着眼馋啊，人家师傅厉害，金门霍元甲霍大侠，上海滩没对手的。哎，你看，这几个后生都是来报名的，还没报上呢，要等到晌午人家才会出来见。体格不好的，选不上的。是。师傅走，师傅走，大家走，继续。哎，1，好，2，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娘，被我爹发现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爹是不会让你练武的，你就是不听话，惹你爹生气了吧？没生气，我也从来没说过不让东爵练武啊。是因为习武，我惹了不少祸，但我不后悔。没准儿等东爵长大以后，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体格强健，我可不能让东爵落于人后啊。娘，我爹让我练武，我要去练。东爵啊，现在可不行，你还小，这筋骨还没长成，还不适合练武。那要等到几岁呀？爹是从7岁开始习武的，你就等到7岁吧。啊，7岁。啊，娘，早。娘早。早。哎，开饭了。娘，你没睡好吧？啊，
肯定是前来学武的弟子太多了，连内院都占上了。天还没亮就练武，一定是吵到你了吧？你爹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不亮就练武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啊，可是您的脸色可不太好。做噩梦了，连着3天，同样的梦，一闭上眼睛就被吓醒。啊，那什么梦啊？梦见我儿子在擂台上和别人比武，被准是那天在门口打擂台，把娘给吓的。兄弟，你武艺强，娘跟我都知道。可来的那几个人，他也是如狼似虎。你说他万一要是不守规矩，一起上，那你不是又吃亏了吗？毕竟我们一家人来到上海滩，人生地不熟，不是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说这一家子，娘，还有3个没长大的孩子，是4个。妹妹可又怀上了。大嫂，娘，今晚睡觉前我给您烫脚，脚烫舒服了就睡踏实了。夜里我被吓醒了，都不敢再合眼呢，怕闭上眼睛，冤家就在擂台上和别人打架。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良，可我这眼神太不争气了，我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娘，您本来眼睛就不好，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。要是想让娘睡得安稳，除非你答应娘一桩事。你说，别说1桩，就算100桩、1000桩，儿也都应您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上擂台，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比武。这……娘，您放心，儿答应您。好，这回可好了，娘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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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加油！进别人家不知道叫门吗？学武得等到晌午才能报名。你是霍元甲？你谁呀？
小小年纪竟然敢直呼我师傅的名讳！哦，原来是霍元甲的徒弟啊，也敢教武功骗钱，丢人现眼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啊？在下霍门大弟子刘振生，敢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？无名小辈，不配知道我的姓名。你们开的武馆叫精武门对吧？那就叫霍元甲出来，我看看他的武功到底有多精。存心来捣乱的是吧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大友，我是大师兄，教训他，我来。我师父来上海成立精武门，为的是光大中华武学。我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，可是有故意来捣乱的，我们不怕。那就来吧，刚好拿你活动活动筋骨，活动开了，待会儿好收拾霍元甲。狂吐猪口，看招！这么打下去，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师傅，有人来捣乱，大师兄跟他打起来了。元甲，啊，娘，我去看看。您放心，我不和别人比武。师傅，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有帮手。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厉害呀！照这么下去，体力就耗尽了。哎呀，待会儿怎么打霍元甲呀？
然与他过了招，但没看出来他使的是哪门哪派的拳法。此人学艺很杂，应该拜过很多师傅。右腿，大友，大友，切磋武功应点到即止。你输了。在下精武门霍元甲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你就是霍元甲，徒弟教的不行啊，一个不如一个。来吧，该你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刚才的身手我已经见过了，失敬失敬。来，请到里面喝茶。喝茶？喝茶我可不感兴趣，我是来找你打架的。我从来不和别人打架。哦，我说错了。不是打架，是比武。你开武馆的，不会不与人比武吧？海上新报我也看了，连续赢了3位武林高手，难道都是你请的戏子，故意输给你的，帮你上报纸收徒弟骗银子的吗？这位小兄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何故口出狂言呢？我可早就知道你了，我日夜练武功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死你。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和霍某有夙愿了，请报上尊姓大名。我的名字可长着呢，你听清楚了啊！洗耳恭听。我的名字叫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，这10个字好听吗？快来受死吧！哎，前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前辈，我只不过是个叫花子。我的徒弟许大友半个月前练功伤了右腿，经过医治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若不是精通武学的前辈，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啊？名不虚传呐，霍元甲。哎，徒弟啊，你跟他打的时候可得多当心呐。师傅，你放心吧。霍元甲，别再婆婆妈妈的，赶快。两位远道而来是客，精武门应略备薄酒招待才是。振生啊，去告诉师母，有贵客来了。也不用，酒我自己带来了。哎，我的徒弟要跟你比武，你究竟是比不比？不比。不比武，你开武馆干什么？弘扬中华武学，强健国人体魄。重要的是，不让洋人小视我中华男儿。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看打！呀！
前辈，您在10招之内，用了螳螂拳、通背拳、少林罗汉拳、八卦掌，还有南派洪拳，能将多种拳法融会贯通，实乃高手中的高手，冤家敬佩不已。哼，少溜须拍马，出招吧！前辈，我不想与您比武。我也不想跟你比。徒弟，你上。哎，还手啊！我叫你还手啊！你连我徒弟都打不过，你还敢在这里开武馆，还叫精武门？你不想比武是吧？可以呀，你自己把这精武门的招牌砸了，自废一条胳膊，我们师徒俩转身就走，永不回来找你麻烦。冤家不想比武，既然贤师徒也不愿意交朋友，那精武门只好送客了。送客，送客！徒弟，好虎架不住群狼。再说你连着打趴下2个，够累的了，而且师傅酒瘾又犯了。咱们走，日子长着呢。走吧。师傅，您就这么放过他们？晨晨呐，你还年轻，师傅已经想好主意了。啊，到时候比武由不得他不答应。走走走，喝酒去，就去前面那个酒铺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龙先生，您喝汤啊，趁热。谢谢小梁姑娘。哎，镇上，怎么样？那个老叫花子离开后，就跟他徒弟下馆子去了。这么大壶老酒，足足喝了3壶，他徒弟一口不沾，干吃饭。之后他俩就直奔租界。租界？看那老头的穿着，不像会去租界的样子。金孙，你怎么还让振生跟着人家啊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敌人来得突然，我们总得了解他们的底细吧？何谈敌人呢？刚才我仔细想过了，陈真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即便是昔日的仇家，也没有姓陈的。他的师父应该是一位隐姓埋名的前辈，武林之大，藏龙卧虎。像他这样不被世人所知的高手，又何止这一位？今日见他出拳之快，拳法变化之诡异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正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。只可惜这位老人家不愿意交朋友，连喝杯茶也不肯。倘若能与之研习武学，切磋武功，一定会受益匪浅。交朋友？师傅，您这度量也太大了吧！陈真出言不逊，若下次再被我见到，我一定打折他的肋骨。大有，这个陈真与你年纪相仿，今日你二人过招时，你并没有占上风，怎么怀恨在心啦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因为他们辱骂于您。怪就怪报纸上把为师吹得太厉害了，这师徒二人一定是看了报纸才来到这儿找麻烦的。唉，这个海上新报的曹大人总编，算是把为师害惨了。曹总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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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你还是自己出去看看吧。啊？来的什么人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两个刚从乡下来啊？这是报馆，你们跑这儿打劫来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地方叫租界，巡捕房抓了你们这样的人，直接就枪毙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给巡捕房打电话，打呀！打不了电话呀，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要打电话报告巡捕房才……那他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们想登告示，又没钱。哼，二位，登告示没钱？你们当我们报馆是半个月之前的吧？啊，谁想登告示就登了。我告诉你，本报现在已经是上海滩最红的报纸，本主编已经坐上了报界的头把交椅。不明白是吧？好，好，你们等着啊，给我等着！哎，那个是管事的是吧？哎，来呀！你们俩要登什么告示？这么拼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们爷俩没钱，但是呢，如果报上把我们的告示登出来，报纸一定卖得更好。你们只赚不赔啊！你难道忘了你的报纸是怎么红火起来的？老先生，您要登的这个告示，不会是和那个霍元甲有关系吧？哎，当然跟他有关系啦！真和霍元甲有关系啊？那您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们几个也不问清楚，差点就把贵宾给得罪了。老先生，咱们里边谈。好。不行，你这么说肯定不行。这个，你这么说谁看报纸啊？你这件事是件很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说，它没有轰动效果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你给霍元甲下战书，生死战书，干不干？生死战书，敢？这有什么不敢？好，只要你敢，本报免费为你们登这份声明。还有，后续的追踪报道我们也免费。你们这个生死擂台，本报馆也免费给你们的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大家都进来啊，都进来。诸位刚才都听见了啊，这将是明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。这样，我现在需要一个编辑，为陈先生的生死战书润色，大家自告奋勇吧！啊！你来吧。不行，这不行。一到关键时候，你们什么用都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何玛丽，本报文笔最好的记者，就由她为您来撰稿，啊！我是新闻记者，不适合干这种事。这个不就是上海滩最大的新闻了吗？你好好写，咱们的报纸保准能再多卖1000份。何玛丽，机会我可给你了，好好把握啊！我说了我不干。你们上回篡改霍元甲的声明，闹出那么大的笑话，还不知悔改吗？要不是我那份声明，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，大家饭碗都丢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摆明了就是挑唆打架，就算是丢了饭碗，我也不会干这种事。何玛丽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就开除。看什么看？愣着干什么？都出去！出去！二位见笑了，这年轻人啊，他就是不知道把握机会。
我亲自为陈先生润色战书，明天一早，陈真这个名字就能响彻上海滩。开宗明义，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。哎呀，又上报纸了，这个霍元甲成了沪上新晋的大红人了。这个人太不懂规矩了，您这么抬举他，又送了帖子，可他一直不来拜码头。哎，人红架子大嘛，无妨。今天咱们没什么安排吧？啊，没有。那好，我们再去精武门看看热闹，看看这个叫陈真的乡下人会不会被霍元甲打死在擂台上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哼，太不像话了，竟敢在报上辱骂霍家先人！我要是霍元甲，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劈死。谁赢谁输，还不一定呢。我们3人都没有胜过霍元甲，何况乡下来的一个无名小辈呢？叶师傅，难道你也相信这个陈真的功夫在你南拳王之上？我倒是得到了消息，昨日在精武门已经比过了一场。这个叫陈真的年轻人，3拳2脚就打倒了霍元甲的2个徒弟，不可小觑啊！哦，这么说，今天的擂台有看头。我去看，自从上次输给了霍元甲，我门庭冷清，徒弟都快走光了。唉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唉，我教馆最近也很冷清，徒弟们很少上门。我也去，咱们去看看，反正闲着也没事儿。走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哎，我们那2面大旗呢？什么大旗？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那大旗啊！哦，坐着呢，我马上去取。这赶紧去取啊！哎，好好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哟，农先生，报纸看了吗？看过了，所以才问你想要干什么。哎，这次跟我真没关系啊！陈真给霍师傅下的战书，我们海上新报不登，别的报纸也要登啊，是不是？
是故意骗晨晨，让他在这份生死战书上按了手印。有了这个，打死白打呀，对不对？你告诉霍元甲，一定要打死啊，不然新闻不够大。这一战之后，霍元甲在上海滩那就更有名了。当然了，海上新报也就更好卖了。你，哎，等会儿，快拍照！精武门大人，快，快点啊！拍，来。拍什么呀？荣先生也来看热闹了，还有雷大侠、南拳王叶师傅、神教八图都来了。擂台是海上新报出钱搭的。这个曹总编唯利是图，为了卖报纸不择手段。早上我一看报纸上的生死战书，我就猜出了10之8九。上次就不应该轻易饶了他，太可恶了！找机会送他去见阎王。金孙，你什么时候变成火爆脾气了？师傅，我知道您答应过奶奶不再跟人比武，我替您打。振生，你虽然习武刻苦，但天资稍差，与陈真上擂台没有胜算。让我来，我的右腿好多了，今天绝对不会再输给他。你刚猛有余，变化不足，想胜陈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师傅，您怎么老长敌人志气，灭咱自己威风啊？师父不是说过了吗？这师徒二人不一定是敌人。师傅，您不是看报纸了吗？说咱霍家祖上皆是淫狗之徒，獐头鼠目之辈，骂咱祖宗了，还不是敌人吗？师傅。是啊，向师傅挑衅，就是我许大有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。振生，师门规矩还记得吧？那霍家师门3阳4戒记得。把4戒背来听听。4戒者：1戒卖祖求荣，2戒好勇斗狠，3戒奸妄淫邪，4戒杀。很好，一字不差。你和大友随为师到书房来一趟。振生，你为大友研墨，让他把4戒背写1000遍。啊！大友，你写完之后，为你大师兄研墨，让他把4戒也背写1000遍。没写完之前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，你们都不许离开书房。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去，就劳烦金孙把他贴在大门口。然后呢？精武门暂时关闭，直至他们拆除擂台。你这么做，会被沪上武林耻笑的。那又如何？逞一时之勇，那是一介武夫。我霍元甲开办精武门，是为了弘扬中华武术，而不是为了争什么天下第一。再说，那个陈真尚且年轻，如果在擂台上有什么闪失，岂不可惜？他的师傅虽然武功高强，但面色暗淡，似有旧疾缠身，一把年纪了，也不适合上擂台比武啊。况且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肯定是有小人挑唆。我暂避锋芒，等日子久了，误会自然就消除了。我还盼着那一天早一点到来呢，可以和那位老人家交个朋友，共同研习武学，切磋武功，不亦乐乎？好吧。
怀伟志，且进退有度，又懂礼让，大丈夫也。今天的《海上新报》都看了吧？今日盛举之由来，因为陈真先生找到我们的报馆，刊登了这则新闻，震惊上海滩呐！下面我就再给大家念一遍啊。这个姓曹的怎么又来卖报纸啊？这人人品很差，为卖报不择手段。这个擂台就是他出钱搭的。开宗明义，拳打霍元甲，脚踢精武门。天津霍氏事务交金于沪上，多有不明真相者受蒙蔽。其自言，汉冠军侯霍去病之后，无非攀附古之豪雄，光耀寒酸门庭而已。霍家祖上皆蝇营狗苟之徒，獐头鼠目之辈，父霍恩帝，自称燕清泉传人，道武林宗师之名，实押镖虎口之小民，关东道上之走卒。霍元甲之迷踪拳，更是花拳绣腿，雕虫小技也。今立馆于沪上，自吹自擂，广骗门徒，实乃敛财之邪道。却妄言以振兴国术为己任，真叫人哑然失笑。武林虽大，不败者自当为尊；江湖虽远，擂台间可见高低。我陈真，虽名不见武林，声未播江湖，却有一腔热血，拳脚一副，专产吹牛式，专打自大人。现以此声明为生死状，邀请霍元甲上擂。在我铜拳铁脚下，若一命呜呼，自不关我事。我陈真如有闪失，横尸擂台，亦因学艺不精，不关霍元甲事，请沪上父老共同见证。声明者，陈真。好文章啊，千古奇文呐！我真没有想到，陈真先生年纪轻轻，不仅武艺高强，文章也写得这么好啊！鼓掌，鼓掌啊！要干什么呀？贴什么呀？你是谁？让霍元甲出来！对呀，对呀。农先生，快请霍元甲霍师傅出来吧，大家伙可都等不及了。本报将持续的追踪报案，如果霍师傅赢了，哎，那在上海滩的名声可就更大了。精武门立于沪上，一不为钱财，二不为争勇，所秉承宗旨为一，强健吾中华同胞体魄耳。
故元甲俱与陈真擂台比武，即日起关闭精武门，至擂台拆除止。霍元甲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打了呀？打不打了呀？哎呀，打不打了？哎，这算什么呀？挂起免战牌来了！对呀，出来呀！霍元甲，出来！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把主给我抬上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大家多一起喊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练功时要心无旁骛。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出来！不用学我，练上3年，你们自然也可以。接着练。是。霍元甲，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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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元甲，练武一定要持之以恒，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练武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霍元甲，出来！霍元甲，别给我装孙子了，赶快到擂台上比武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别怪我骂你祖宗八代！走。太没礼貌了。陈先生，陈英雄，霍元甲怕你，是不敢出来。看来不真骂是不行了。来，霍元甲，你祖宗！住口！后生，给自己留点口德吧。老头，你是谁？放肆，敢对荣先生无礼！装这么嚣张啊！你们俩要干什么？字写完了吗？师傅，人家都打上门了，还要骂你家祖宗，不能忍了。师傅，咱们要再忍，以后在上海滩就没法混了。骂我祖宗？
我怎么没有听到？今天有人踢馆，我们打回去；明天再有人踢馆，我们再打回去。难道要一直打下去吗？那我们开精武门的意义何在？不如直接摆擂台算了。回去接着写，每人1000遍，差1遍，再罚1000遍。你们记住，学武容易，静心难。中华武术之道，在于内外兼修。海上新报的总编，你姓曹对吧？是，荣先生，鄙人就是曹达人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把那破玩意儿放下，好好说话。今天这个事儿，又是你挑唆的吧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陈先生到本报投的稿，本报如实刊登，绝无挑唆。哦，好。陈震，你把在报上刊登的内容复述一遍。登了什么呀？你说呀！怎么着？复述不出来？报上刊登的那些内容，应该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呀，复述何难啊？我要跟霍元甲比武，上了擂台，生死由命，绝不反悔。这怎么一样？这个啥谁说一点都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要是自己写的，我自己都背不出来呀。这就对了。一看你就是没读过什么书，能复述出这2句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啊，曹大人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事儿，又是你炮制的，那些辱骂霍家祖先的话，全是出自你的口啊！如果霍元甲意气用事，在擂台上打死了陈真，你的报纸就会大做文章，销量翻番，对不对啊？不，没有，陆先生，您这是冤枉我呢！哼，姓曹的，还敢嘴硬，当心砸了你的报馆，还不快滚！你是叫陈真吧？一看，你就是个乡下孩子啊！练了几年的武功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又受曹大人的唆使，才闹出今天这个笑话。不怪你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没和霍元甲比武，不会走的。哼，嘴还真硬。那我问你，你是哪门哪派，什么辈分呢？敢跟霍元甲比武？龙先生说的没错，你自是无名小辈，但你师傅是谁？报上名号来，让雷某见识见识。哼，不告诉你。哪儿来的野小子？你不会根本没有师傅吧？惹了这么大的乱子，荣先生让你走，是给你条生路，还不赶紧滚！我有师傅。哪个门派的？我师傅是无义无宗派掌门人。你们笑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师父武功盖世，天下无敌。无影无踪派，
从来就没听说过。你师傅都教你什么功夫了？是无影无踪的功夫吗？来，打套拳来，让大伙看看。打就打。陈真，你师傅到底是谁？今天来了这么多沪上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我都告诉你，我师父是无影无踪派掌门，我就是他的开山大弟子。那你师父姓甚名谁？他老人家无名无姓。你胡说！你刚才的一套拳里，汇集了各大门派的绝学，能教你这套拳的，一定是位武林名宿。连虎鹤双形拳都被画在了你的招数中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对呀！我说你们这些人打那个孩子干什么呀？啊！陈真，不用怕，师傅来了。师傅，准备拍照。陈真的功夫是你教的吗？是又怎么样啊？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你是哪个门派的高手啊？我无名无姓，创的是无影无踪拳。我徒弟不都告诉你们了吗？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们一老一少在这装什么耍？报上写得很清楚，我徒弟已经给霍元甲下了生死战书。哼！什么门了、派了、名了、姓了的，与今天的擂台有关系吗？我看你们几个才是装蒜的，都是霍元甲的手下败将，还好意思挺胸昂头的站在这儿，号称沪上武林的高手啊！呸！嘿嘿，真给练武的丢人呐！我要是你们，早就找根绳吊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看我神教八图不摔死你！